每年一到夏天，總會有人問同一個問題：夏天為什麼這麼熱？這個問題聽起來非常簡單，但如果我告訴你，絕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其實都錯了，你敢相信嗎？有人說，因為夏天地球離太陽更近，還有人說，因為夏天太陽直射。這兩個答案，一個完全錯了，一個只說對了一半。今天我們就不用那些一筆帶過的教科書答案，而是真正弄清楚夏天的高溫究竟是怎麼來的。先來說第一個，也是流傳最廣的誤區：夏天熱是因為地球離太陽更近嗎？如果只是憑感覺，這個答案似乎很合理。離火越近越熱，離冰越近越冷，這是生活經驗。既然夏天熱，那地球應該離太陽更近；冬天冷，那應該離太陽更遠。可科學事實恰恰相反，地球繞太陽運行的軌道並不是一個標準的圓，而是一個非常接近圓的橢圓。每年1月初，地球會到達距離太陽最近的位置，天文學上稱為近日點。到了7月初，地球反而來到距離太陽最遠的位置，也就是遠日點。換句話說，北半球最炎熱的時候，地球其實正處在一年中離太陽最遠的位置。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這裡都會愣一下。如果距離真的決定四季，那麼整個地球應該在1月份同時進入夏天，7月份同時進入冬天。可現實卻完全不是這樣。1月，中國、歐洲、北美正值寒冬，而澳大利亞、阿根廷卻是盛夏。到了7月，雙方又剛好互換，這說明決定夏天和冬天的根本不是地球離太陽遠一點還是近一點。事實上，近日點和遠日點之間相差大約500萬公里，聽起來非常驚人，但和平均約1.5億萬公里的日地距離相比，只變化了約3%，對應太陽輻射強度的變化也只有幾%，遠遠不足以制造出四季如此巨大的溫度差異。第一個誤區到這裡就可以推翻了。那很多人會說，好吧，不是距離，那一定就是因為太陽直射。這個答案比前一個更接近事實，但依然沒有說完整。真正決定天氣熱不熱的，並不是一句簡單的太陽直射，而是單位面積究竟接收到了多少太陽能。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實驗，拿一只手電筒對着桌面垂直照射，你会發現燈光集中在一個很小的圓板裡。如果把手電筒慢慢傾斜，同樣的光線立刻鋪開，照亮更大的面積。手電筒沒有變亮，發出的能量沒有增加，變化的只是這些能量被攤得更分散了。太陽照射地球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。夏天中午太陽升得更高，陽光以更大的角度照射地面，同樣數量的太陽能被集中到更小的面積上，每平方米獲得的能量自然更多，所以地面升溫更快。冬天太陽位置較低，陽光斜着照下來，同樣的能量卻要鋪滿更大的區域，每平方米分到的熱量自然少得多。所以與其說夏天是太陽更強了，不如說是地球表面接收太陽能的效率提高了。不過事情還沒有結束，很多人還有一個誤解，他們認為中午最熱是因為那時候太陽離我們最近。其實這也是錯的，太陽和地球之間平均相隔約1.5億萬公里，而地球半徑只有約6300多公里。即使太陽來到頭頂，我們和太陽之間的距離也不過減少了幾千公里，占總距離的不到1/1000，對溫度幾乎沒有任何影響。真正發生變化的是陽光穿過大氣層的距離，太陽越高，陽光穿過的大氣越短，被空氣吸收和散射到的能量越少，到達地面的能量自然越多。而太陽接近地平線時，陽光需要穿過更厚的大气层，短波藍光大量被散射，只剩下波长較長的紅光，因此傍晚的太陽總是偏紅，而照到地面的能量也明顯減少。所以中午太陽最毒，不是因為它更近，而是因為能量損失更少。說到這裡，又會出現另一個問題，既然中午接收到的太陽能最多，為什麼一天中最熱的時候卻通常出現在下午2、3點？同樣，既然夏至前後白天最長，為什麼一年最熱的時候卻往往出現在7月甚至8月？答案其實是同一個詞：熱慣性。你燒開一鍋水，關掉火以後，鍋裡的水不會立刻降溫，因為熱量還儲存在裡面。地球也是如此，無論是泥土、岩石、柏油路，還是江河湖海，都像一個巨大的蓄熱器。
中午雖然接收到的太陽能最多，但地面仍然在不斷積累熱量，因此溫度還會繼續上升幾個小時，直到吸收和散失的熱量基本相等，氣溫才達到一天中的最高值。一年四季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夏至之後，雖然白天開始慢慢變短，但每天吸收的熱量仍然大於散失的熱量，所以整個地球還在繼續升溫。這就是為什麼7、8月通常比夏至當天更熱。科學上把這種現象稱為季節滯後。很多人還認為赤道離太陽最近，所以一定是全球最熱的地方。其實也不是，赤道地區雖然一年四季都能獲得大量太陽能，但那裡空氣濕潤，對流旺盛，雲層和降雨都很多，大量熱量會通過蒸發被帶走。真正創造世界高溫紀錄的地方，反而主要分布在副熱帶沙漠地區，比如撒哈拉沙漠、阿拉伯半島以及伊朗的卢特沙漠。那裡天空晴朗，空氣乾燥，降水稀少，太陽幾乎毫無遮擋的炙烤地面，更容易形成極端高溫。最後，還有一個最近幾年大家都特別關心的問題，為什麼感覺現在的夏天一年比一年熱？答案不能簡單歸結為某一個因素。長期來看，全球氣候變暖正在不斷抬高全球平均氣溫，這是科學界已有充分證據支持的事實。但一次具體的高溫天氣還會受到厄爾尼諾、副熱帶高壓、局地天氣過程以及城市熱島效應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。也就是說，全球變暖提供了一個越來越高的底溫，而具體哪一天、哪個地方會不會出現極端高溫，還需要天氣系統來決定。所以，夏天為什麼這麼熱？真正的答案並不是太陽突然變得更熱了，也不是因為地球離太陽更近了。太陽幾乎每天都和昨天一樣，真正变化的是地球接收太陽能的方式，以及熱量在地球表面的積累和傳遞過程。理解了這一點，你理解的不只是夏天，而是理解了地球氣候運行最基本的規律之一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